我的36平的海景房啊，终于卖掉了。当时买的是朝着那个大海的那个海景效果最好的，就是说259栋的，花了2万5一平买的，总价呢是90万。现在成交价真的是格外难受，难以接受。今天下午3点已经签了合同，收了买家2万块钱的定金，到现在心里面还在疼。我现在呢在海南的杨浦镇，然后呢我买的房子是259栋楼，那边是直面大海的，观海景的效果非常的棒。2017年我跟就是孩子的他妈妈来海南这边旅游，我们一行人呢坐着40人的大巴车过来，当时啊就有4、5个人在这边买房了，特别的心动啊。我当时也很心动，但是没有钱。到2018年我们自己创业挣了点钱，大概50万吧，我就心心念念想买了一套海景房。18年的时候房价比17年更贵了，已经涨到了2万左右，海景房价差比较大。你看那些朝着小区院子里面看不到大海的那种的话，一般是1万7到2万1，但是直面大海的都要2万2到2万5之间。看海的角度很重要，决定价格。还有就是那个楼层和户型，我买的是36平的，也是主力户型。海花岛上面大部分房子呢都在20平米到60平米之间，我朋友买的是22平米的复式的 loft 公寓房，他当时呢买下来也就2万2，他是夹缝看海，就在2栋楼的中间看海，他看对面呢还有恒大的39栋楼。我这个房子买完之后19年过来住了，20年也过来住了，到22年开始就不过来了，23年也没过来，这3年就今年过来了。主要是过来卖房的。主要这个房子吧，由于我们之前呢就是说结了婚又生了小孩，然后呢我们也是92年的嘛，今年30了出头呢，有了孩子之后呢就被捆绑住了，出不来了，没有时间过来住，而且还要为生活奔波，挣钱养家，没有那个经济能力和实力，还有时间呢，孩子捆绑的死死的。所以这个房子对于我们来说啊，彻底的成了心病，每年还要交着物业费，物业费是3块钱一个平方。我这个房子呢36平，一年就是1296元。朋友们是不是听起来感觉也就1300块钱左右，并不多，但实际这边的租房一个月也才600块钱，所以我这个物业费能过来住2个月住着呢，是不是都不错了？真的是后悔买这套房啊。在海南居住也有一些缺点，第一就是潮湿问题就是说北方人根本就适应不了，不一定能适应海边的湿气。到夏天虽然说是热，但是有湿漉漉的感觉，衣服家具都很容易发霉。如果有一些风湿病之类的，肯定不适合住在海边的，长期居住。第二点呢，就是配套不足。海景房的话，生活便利性肯定不如那些省会城市了，包括商业医疗教育配套等等设施都不够完善。在岛上目前还没有医院，就只有诊所。然后我闺女的脚烧伤了，我住了2周，然后她烧伤之后呢，就找不到医院，最近的一个3甲医院就要到那个漳州市区了，55公里了，特别不方便。第3点就是季节性太敏感了，到旅游旺季的时候人非常多，岛上要堵车了，环境特别的复杂嘈杂，淡季又会比较冷清，缺乏人气，缺乏生活气息。第4点就是交通不方便，像这边过来的一次折腾到不了，我们一家3口从我们家出发，打了个车到高铁站，然后订了一张高铁票到郑州东站下车，下车之后我们又打了个车到郑州新郑国际机场。由于航班晚点了，我们又在机场附近打车去住个酒店，第2天又打车到机场，坐上飞机以后到三亚凤凰机场，然后我们又打车到三亚湾大东海，转到这边住了2天，然后我们又出发打车到三亚凤凰机场，然后坐着高铁到白马景镇下车，再坐公交车到海化岛。到了之后呢，我们再扫个共享单车到我们家楼下。好在我们全程都在打车，但如果坐公交地铁的话，来回转真的折腾不了受不了主要是这个地方呢没有机场，基本上要去海口或者是三亚再过来就特别折腾。第5呢就是有台风，沿海地区呢就容易受到台风的影响，台风来的时候就在边上，椰子树都会刮倒2棵。然后那边的还有一个半岛就是1号岛
1号岛上全部都是配套欧宝酒店、婚礼呀、什么影视基地啊，比同市的就是同世界水上乐园呢，对不对？总之呢，海景房来一次也够折腾的，是不是？缺点呢也比较多，最终呢我是以8000卖了，每平方卖了29万，太难了，朋友们，你们听完之后有什么感受？你们还愿意到海南这边来买房子养老吗？说说你们的看法吧。